们是不是和我一样爱吃又怕胖，看到美食就忍不住的想要大快朵颐？其实健康饮食不是不吃，或者是吃很少，而是要吃对和刚刚好哦。相信很多人都有发现，也有看到很多减脂餐都有介绍番茄。为什么他们都会介绍番茄呢？还有我们应该要怎样做？今天都会一一分享哦。就让我们来看看一下番茄到底为什么那么厉害，还有分享3招简单的番茄料理跟懒人方式的番茄酱。想要吃得健康减脂，又不想要每天煮饭煮到崩溃，就一定要把这个影片看到最后哦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每天都很懒惰煮，那么这个番茄酱就一定要学起来哦，因为我们可以一次过煮好了，放进冰箱保存起来，之后什么时候想煮就直接加上去就可以煮了。而且前2天我买了太多的番茄，所以今天就要来煮一下番茄酱，让我可以快速的消耗一下它们。需要的材料其实也是很简单，当然就是番茄，看你个人的需求。通常呢，我都是煮5到8粒而已，不过今天有点多，所以我会尽量用多一点。然后我也会放柠檬在里面，它可以增加它的味道，加一点酸味，同时又可以增加一点保质期。调味料也要看你过后想要把这个番茄酱用在哪里。如果是要煮意大利面的话呢，就可以加这个意大利的 mixed herbs。如果是没有的话就不需要。然后我也会加油，因为我们要记得番茄的茄红素需要有油哦。然后当然我们选番茄的时候尽量选红一点的，越熟的话它的茄红素越高，不要选那种有很多青的，所以这样子就 OK 啦。然后通常番茄酱都会是没有皮的嘛，所以就要想办法去皮呢，我们就会画十字，然后放去滚水里面。但是我个人其实平时都是带皮一起煮的，所以今天就只是示范给大家，我就放5粒吧。水滚了之后就把番茄放进去，大概滚个20到30秒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太久哦。我的水放的比较少，你们可以盖过它，然后确保它的皮有稍微软化一点点，然后就可以把它们捞起来了。因为我的番茄从冰箱拿出来，所以可能要久一点点。但是你看到有这样子开始有点脱皮啦，这个就是差不多好了，可以准备拿出来了。其他的好像还差了一点，再淋多一下。拿出来的番茄就放进冷水中，待会我们就要剥它们的皮啦。哒啦，就放在这里面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剥皮，这样子，是不是很简单？看，这样子就拔出来了，你就把全部5粒都拔完。这些就是拔好皮的5粒啦。我们现在要准备切它们哦。切它们的时候呢，要注意，要记得把中间的这一个给切掉，因为这个通常都比较硬，我习惯拿在手上。要注意，因为你已经烫过了，所以表层会比较软，所以不要一下子就捏爆它了。然后因为我就说我比较懒嘛，所以你想要不把皮拔掉也是 OK 的。把它们切掉头之后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切成小块状，待会容易煮。如果你是想要更懒一点的话呢，你也可以把它拿去切小了之后直接拿去搅拌机里面，但是我喜欢慢慢的炒它，所以我就把它切成小块状而已。你就直接放去锅里面，方便省时。很怕捏爆它。这里是刚才拔了皮的5粒，所以接下来就准备没有拔皮的吧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切还没有拔皮的哦。我也是拿5粒，所以一共煮10粒就好，你们看个人喜欢吧。在看着我切的时候，我就来说一下，为什么番茄会适合减肥呢？其实你知道吗？
番茄它不只是披萨和意大利面的好朋友，它也是我们燃脂的好帮手。很多人都知道番茄的热量低嘛，但是它其实真正厉害的哦，还有其他几个地方哦。首先就是超高的茄红素，茄红素加热之后营养就会更强，它包有抗氧化，促进脂肪的代谢。而且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好吸收，我们也是要记得和油一起哦。所以为什么我待会也会加橄榄油进去煮我们的这个番茄酱？而且番茄也是富含维生素 C， 提升我们的免疫力，也帮助我们的铁的吸收，让我们的气色更好。除此之外，番茄也是高纤维，热量低，100克才有18卡，你吃很多粒都基本上不会肥，而且还很有饱足感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个人觉得番茄它酸中带甜，让我们的美食也是增加了风味。就算说真的，如果它没有什么减肥的效果，我也是还是会很想吃的哦。那你知道番茄它是水果还是蔬菜吗？其实它是水果，只是很多时候它都在我们料理里面出现，所以它就变成了蔬菜的一部分。我也是一样，直接放去锅里。还有一点要注意哦，因为番茄带一点酸性嘛，所以就不建议空腹的时候吃。尤其是如果你可能胃比较不好的话，就会建议可能搭配蛋白质啊、健康的油脂啊、纤维素啊，其他的都一起吃，就不要只是单单吃番茄。无论什么酸性的食物，就尽量，如果你肠胃比较弱的话，就尽量不要空腹的时候吃哦。我们把番茄切好了，这里大概是10粒的分量，然后就可以开火啦。我通常都是中火左右煮它。想要省事的朋友，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拿搅拌机，但是我有点懒惰洗，所以我就会慢慢的煮它，而且我个人也比较喜欢这样子做。不需要加任何的水哦，就让它慢慢的煮。需要煮一段时间，所以待会儿再让你们看比较融化了的情况哦。如果你是像我这样慢慢煮的话呢，我会一边煮的时候一边切它，让它变得更小块一点。但是我喜欢我的番茄酱还有颗粒状，所以我就喜欢慢慢的去切它。如果你想要省事，可是又想要有颗粒状，你也可以选择拿去搅拌机了之后，但是不要搅拌全部，就搅拌一部分，然后剩下的一小部分再放进来一起煮。那样的话，你还是会有颗粒状，但是其他地方就会是 sauce 的样子，就是酱膏状，确定叫什么？看一下哦，我们的目标是要把番茄的这个汁减少一半，所以你要记得现在大概有多少，待会就要煮到它减少一半为止。为了省事，我已经把柠檬挤出来了，大概就是一勺左右吧，我就加进去，然后搅拌，它已经慢慢开始滚了，所以加了进去就来搅拌一下，看大部分都已经变小块了，再把它变更小一点。所以如果你没有去皮的话，你就会看到有皮在上面，会比较难切。但是我是不介意，所以看你个人咯。也别忘了加橄榄油进去哦，大概是2个勺2汤匙，就30 ml 左右就可以了。已经决定好要怎么煮的，可能你也可以提前，就是在炒番茄之前就炒个洋葱啊、蒜啊，然后再加进去，也是还蛮不错的。但是因为我还没有决定我的番茄酱要煮什么，所以我就尽量不要有太多不同的味道，那样我过后还可以做调整。但是如果你已经想好之后，都是同样一种
感觉的，或者是想要同一个香味，都有大葱的香味、蒜香味，比较麻烦，你也可以直接炒了放进去哦。看它已经开始比较水状了，我们就继续煮它，继续把它弄小，煮到它剩下一半就 OK。在等待煮的当儿，你要用的罐子也是要用热水烫过它哦。然后我会烫过了之后再让它稍微比较干一点，尽量减少水分，没有水是最好，可以抹干它也是行。现在已经全部都变成水状了，所以只要让它减少一半就行了。现在应该是减少了1/4吧，还要再减多1/4。现在它就越来越浓稠啦，然后它也是还有一些小颗粒这样的样子，就是我喜欢的。不会只是全酱，我还是可以吃到这种感觉。当然，在我们煮的时候，其实除了放番茄酱，我们还是会再添加番茄，那样子的话，味道口感会更好。还有一点哦，番茄它越红越熟呢，其实它的茄红素越高，所以如果你摸到软软的，不要丢掉，可能它的茄红素还 OK， 主要就是要检查一下它有没有烂掉的部分。如果烂的是整颗丢哦，不要切掉而已。因为番茄它是水分比较高的，所以它如果只有一小部分烂，其实它就是整颗烂了。因为细菌它不只是在一个地方而已，它是会传播的，所以不要冒险，有烂了直接丢。但是如果它只是熟透了、软了，它其实是茄红素高，所以不要丢掉哦，还是可以煮的，只是它口感可能没有这样好。所以最好的话就是选择的番茄就是软硬适中，然后带有红色，不要有那种青色的，这样子的番茄就最好啦。如果你想要它保存稍微久一点的话，你可以再把水分减少，因为食物里面的水分其实就是导致它会生更多的细菌啊，还有造成食物快点坏掉的元凶。所以如果你想要稍微久一点，你就再让它更加粘稠一点，更加浓稠一点。基本上煮好了之后，放去冰箱可以耐可能1个星期。如果你可以放到冰格里面，就是冷冻的话，就应该会是可以到3个月。但是我个人是没有试过冷冻。我都是放冰箱而已，就尽快吃完。所以如果你用多也不要煮太多哦。看它越来越像样了，只是它还其实你这样子想要收起来已经可以，可是我还想它再稍微浓稠一点点。这样子已经是接近一半的水了。你可以看到它还有一些皮哦，因为我没有把它清除嘛。我是不介意吃啦，但是有些人不喜欢，或者是怕会梗到噎到的话，就在第一开始的那个步骤就把全部的番茄都去皮吧。但是我是 OK 的，我每次都这么做。我会习惯性让它的水分到了我要的分量之后，我再做调味，那样子的话就不会不小心的把味道调过重咯。所以我们就继续再煮到我们要的分量吧。OK， 这样子就差不多了。看它少了很多水，然后我们来调味。我想了一下，我决定就不要放 Italian herbs， 我放贝色就好。贝色好像是9层塔吧，这个放这个就好。还有盐和胡椒粉就行了。就看个人口味，你喜欢什么口味吧。还有盐跟胡椒粉。我通常都喜欢放比较多胡椒粉哦。你也可以看你的个人口味，如果你真的想要放糖的话，想要甜一点也行，不要太多就行了。我个人是没有放糖，盐也是放一点点而已，因为
不然的话会太酸。我们来试一下味道。你看它已经很浓稠了。想让它再酸一点。柠檬汁只是多1小汤匙而已，不多。好了，我们是要把它装进罐子里面咯。你可以看到，哇，这个浓稠度，10颗番茄放进满满的罐子里面，还不够，所以剩下我应该会今晚晚餐吃了它。是不是超简单？所以这个酱呢，它是很百搭的哦，你可以煮汤、拌面、炒菜。最简单的就是番茄炒蛋啦，它是经典高蛋白的减脂餐。我们先炒蛋，再炒番茄，然后记得放我们刚刚做的番茄酱，让我们又有蛋白质又有茄红素，增加饱足感，还帮助燃脂哦。第二款就是意大利面啦 ，Bolognese。不过我是压握手，所以我是一次过把面一起煮在里面，可以加你喜欢的东西来搭配哦，像是肉碎、蘑菇这些都很好。当然也有罗宋汤的选择，也是要放番茄酱，稍微放纵一下也是可以这样吃。哇，那个番茄酱真的超赞的。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番茄是燃脂高手，而且熟的比生的更营养，怎么自制番茄酱还有3种简单的料理哦。你最喜欢哪一种番茄的吃法？留言告诉我。我是素怡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你订阅了吗？还没有的话按这里，谢谢。